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九。我在北美已经很久没有见过那种电影散场之后全场自发鼓掌的场景了。而这个电影就是前一段让我二刷了的《罗小黑战记2》。我只恨加拿大的排片太少，不然3刷4刷肯定是要的。好的，那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罗小黑是我心中的有生之年系列，从很早之前追更的时候，我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萌可爱，觉得就是小女孩和小猫咪的轻松故事。但当罗小黑出了第一部大电影，还有众生之门的番剧之后，我开始意识到这部国漫已经在主题深度和人物塑造上走出了相当辽阔的一步。它作画精美，打斗流畅，剧情扎实有内涵，言之有物。如果让我向外国朋友推荐一部国漫作品，我想我的首选会是罗小黑。好的，那让我们具体谈谈罗小黑2的故事吧。我听到很多朋友说罗小黑2是一部反战电影，但是真正看完电影之后，其实留给我最大的感受并不是反战，而是权力制衡和接纳自我。首先来说电影的主线，家这个概念在电影中反复出现，从第一部的小黑寻找家的旅途，到遇见师傅无限，明白有你在的地方就是家，再到第2部人类和妖精这两方势力做出的种种选择，都是为了守护家园这一目标。我们可以看到，在会馆中，无论是激进派的迟年，还是共存派的馆长雨滴，再到幕后黑手灵瑶，他们的立场不同，做法也迥异，但是目的却是惊人的一致，就是保护妖精世界，保护自己的族人、兄弟、朋友可以安心成长的地方。那么我们先来讲讲幕后黑手灵瑶做出这一系列操作的原因。妖精和人类这两个对立的群体在面临着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那就是昔日的平衡岌岌可危。妖精在整体实力都强于人类的时候，他们通过遵守人类世界的规则换得和人类共存的可能性。可是在科技进展如此之快的现代社会，人类的发展过于快速，那么是否有一天人类的力量也会远远超过妖精呢？到那个时候，人类是会和妖精一样，为了和平共存而放弃自己的地位，还是会一举消灭妖精这个最有可能挑战人类领导地位的群体？没有人能做准确的预测。所以当我看完整部电影之后，我觉得灵瑶的动机不是为了作乱，反而他是为了维持人类和妖精之间的平衡。在人类与妖精的力量天平摇摆之时，他选择制造一场示威式的事件，让人类切身体会到妖精的力量，让他们明白人类之所以能无忧地发展科技，是因为妖精没有动手，而不是因为人类天然占据优势。因此流石会馆的屠杀就成了一个借口，一场蓄意挑起的冲突，而借口总会面临一些牺牲，也就是电影一开头流石会馆被灭，无限这个妖精会馆中的人类被怀疑这件事。这一案件直接挑起妖精中的激进派对人类的愤怒，从而激活人类。然后电影从这里就开始分成了2个线路，一是妖精会馆的主线，追查若木的下落，另一个是我们的无限师傅的关门弟子鹿野，追查流石会馆被屠的幕后黑手。灵瑶这个大 boss 的塑造我也是非常喜欢，能打的老头，帅帅的，而且智商着实高啊，有点子降维打击了，就是下手太狠，屠杀流石会馆，后面还重伤师姐，要不是小黑来了，我都觉得师姐会挂在这儿。灵瑶的行事逻辑其实很残酷，就是他觉得宏大的目标可以凌驾于个体之上，用李诞的话就是正是这些为了一些所谓宏伟的事业，为了一些远大的目标，去不计后果的牺牲别人，牺牲别的小猫的人，频频的让我们这个世界陷入大火。我们再来看小黑和鹿野在追查凶手这条道路上的对照，也是我觉得电影中非常动人的一段。小黑其实是一个特别聪慧而且自洽的性格，他在上一部电影中遇到了师傅无限，师傅的教导让他即使经历过背叛，也没有被仇恨侵蚀，一点都没有长歪。他善待妖精是因为他自己是妖精，他也同时喜欢人类，因为师傅是人类。所以当鹿野问他，如果人类和妖精之间必有一战，你会站在哪边？小黑毫不犹豫地回答，站在对的那一边。这个回答看似天真，却难能可贵，因为在很多妖精眼里，人类和妖精是不分对错的，人类天然就是敌人。但是小黑没有被天然的立场裹挟，而是用自己的独立思考做出了判断，这一点非常难得。他的答案不是孩子气的幼稚，
而是一种基于纯真直觉的清醒。在看电影这一段的时候，我真的想给小黑鼓掌。相比之下，陆野的选择则更像是一个成年人，他没有少年那种基于绝对的是非观做出的判断，他的选择是要解决实际问题的。他不是单纯的追求绝对的正义，而是需要在现实困境中权衡利弊。所以在面对机舱上所有人的性命时，他做出的决断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付出牺牲的代价。这个结果让小黑愤怒，觉得陆野是个坏人，但是站在陆野的角度上，他能出手救下人类已经是难能可贵了。我们再来说一下无限的意义。无限的身份其实很特殊，他不仅仅是小黑的师傅，更是人类最强执行者。重点是人类，他会保护人类，也会保护妖精。他对于妖精和人类来说同样重要，因为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份证明，证明了人类和妖精合作的可能性。而且在电影的关键时刻，他并没有选择用力量去压制，而是用来守护。这是对力量及权力这一逻辑的重新定义。力量不应该用来统治，而应该用来创造和平。最后，我们来讲讲整部电影中我最喜欢的角色——新登场的师姐陆野。爱上师姐像呼吸一样简单。最后电影长长的那一段只有 BGM 的叙事，简直是神回，一下子让我们从一个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小角色，体验到了战争的创伤对人来说影响有多大。而且这也是我觉得近期作品中对女性角色相当好的塑造，不只是国内作品，她的选择、性格塑造、转变全都有迹可循，这让我充分感受到了她是一个独立的角色。她的存在并不是为了凸显别的角色的高光或者低劣，她的存在只是因为她自己。师姐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站在原地等待被拯救的角色，她有自己的目标和使命。即使是被无限救下来，他的第一反应是表现自己的崩溃和愤怒，这种情绪都是真实的。大家懂真实这两个字有多么难能可贵吗？然后我们来分析一下师姐的心理成因和变化。从一开始，陆野的设定是战争中失去自己所有家人和朋友的唯一幸存者。这种经历过巨大挫折的幸存者常常会出现一种应激的心理状态，被称为幸存者内疚。表面上幸存是一种幸运，但对活下来的人来说却是一种负担。他会想，为什么别人没有活着？为什么活下来的是我？如果我活了下来，那就必须要找到一个理由，证明这条命不是白白留下的。所以陆野的愤怒和冷淡并不仅仅来自于对人类的仇视，还有一部分是他内心深处对于自己活下来而产生的内疚自责。所以我们在动画最后那一段长长的画面中可以看到，陆野选择不睡床，不愿意吃好吃的点心，看到烟花非常警惕，这些都是典型的因为内疚而觉得自己配不上好的东西，还有对战争炮火产生的应激。而心理学发现，有这种心理状态的人会导致两种反应，一是觉得自己不配活下去，二是通过承担更大的责任去证明自己的幸存是有价值的。显然，陆野的选择是后者，他对人类充满敌意，但比仇恨更强烈的是对战争的厌恶，所以他的行动都带上了一个目标，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他把自己在战争中的幸存理解成了一种负担，既然我没有死，那我就必须背负守护和平的责任。电影中的陆野有种过分的冷淡，其实是因为在现阶段，他因为害怕再次失去，而对亲密关系产生了抵触。他被困在了当年的战场上，自己一直都没有走出来。而且在当年的战争中，他或许可能因为没有能力去救别人，而对自己的弱小十分厌恶，这也会长期让他觉得自己在道德上有所亏欠。这两点的叠加，造就了陆野登场时那种冷静理性到有一些偏执的人格特质。但他的转变是在遇到了小黑之后，小黑和师傅的互动，师傅对小黑的宠爱和小黑对师傅无条件的信任，让他对亲密关系产生了新的理解。从前他把自己看作成一个必须用守护来偿还负债的人，他不允许自己脆弱和对亲密关系有所渴望。而现在他看到了另外一种生存的状态，他从当年的战争中活下来并不是因为什么特别的原因，
而是因为生命本身就值得被珍惜。或者说，鹿野活下来不是因为别的，即使没有使命，鹿野也应该活着。所以注视着师父和小黑的相处，鹿野接纳了自己。他在影片的结尾处也终于放下心防，说出那句有空常来会馆看看我。这个转变意味着鹿野终于走出了当年的那个战场，他长此已久带在身上的枷锁终于可以卸下了。他不用靠牺牲什么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他终于在多年之后重新找到了自己。正因如此，鹿野才不会沦为一个标签化的女性。她在影片中表达的最大命题是接纳自我，这是一个真实而又复杂的个体。她的成长并不是为了成全别人的高光，而是发现自己被爱，允许自己被爱，接受了不完美的自己。她从因为愧疚自责而守护，变成了因为自己的选择而守护。鹿野这个角色在电影最后完成了完整的自我治愈，这让她跳脱了国产影视作品中对女性常见的两极分化，不是被保护的弱者，也不是可供他人消遣的符号，而是一个真正的人。她的挣扎和转变折射的是人类如何面对失去、面对自责、面对生存意义的普遍命题。所以我说，我们需要更多的鹿野世界，而不是披着女强外衣的虚假人设。最后，《罗小黑战记2》是一部作画精美、情感真挚，同时又充满思辨性哲学的作品。它没有把主题单纯的停留在反战的层面，而是通过一个个角色的真实选择，让我们思考什么是权利，什么是平衡，什么是战争，什么是守护。而我们的人生课题，也同样可能是在不断遇到难题的时候，跨越挫折，并在其中找到真正的自己。罗翔老师说过，请你务必一而再，再而三，三而不竭，千次万次，毫不犹豫地救自己于这世间水火。在北美的电影院里，当全场观众都在片尾鼓掌的那一刻，我真切地觉得这就是国漫最好的样子。我是真的很喜欢罗小黑这部作品啊。好的，那视频大概就到这里了，大家还想看什么，欢迎给我留言和评论哦，很喜欢和大家交流的感觉。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大家拜拜喽。